好，各位好，我们现在来新的单元，没错，新的单元，现在来记录我这一连串找工作的历程，应该是会拍到我找到工作，在美国找到工作，或是被遣返回国，当然是希望能找到工作会比较好啦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是1月的中，我来到美国，然后我的学期到5月初。然后5月初之后，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，可以让我找工作，所以我就会断断续续的记录我怎么找啊，然后如何准备面试啊、履历之类的，我都会尽量把它记录下来。看我现在还精神奕奕的，对，可是到时候可能就是快死了吧，因为我同时也在进行我的减肥计划，我要同时面对减肥跟找工作，到时候我到底可不可以撑下去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找工作已经找了1个月了吧？对，然后我会把我有投的，我2月我已经投了100家，对，然后我的贵人呢，就是帮助人，他说你现在开始做一些陌生的开发。说什么是陌生的开发呢？是你要去找你 Top 10你喜欢公司，然后去跟他们的员工那个 connect，就是在 LinkedIn 上 connect，你就可以问他们工作是什么，让他们可能对你有一些印象之后，他可能需要这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会找你。对，可我现在 connection 实在是太少了，他建议我 connect 多一点人，也许谁认识我，他就可以去找他问问看我是什么样子的人，所以我现在就很努力的要把我的 connection 可以拿到300多以上吗？哦，对，这有点难，我现在才60几个。对，然后滑着滑到就像 Tinder 一样，就是看到这个照片还不错，就滑进去了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先找校友，再就是找可能那个工作认识的人。总结我2月直接到一个 phone interview，然后马上就没了。我应该会更努力的去陌生开发吧，就是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 Career Fair，这应该是我今年最后一个 Career Fair。对，然后今天目标是小公司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大公司应该就是叫你上网投，然后我可能挑一家比较想要公司，其他的小公司，策略是这样。然后我在这边遇到我们IE 的伙伴们，所以找起来找得怎么样？是有一点点困难，就是大多数公司都不怎么要，主要是不给身份的 sponsorship 这样子。把简历交出去之后，他妈再联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联系。有什么收获成果吗？我看你手上这个，哇，不错。收获有一个包。哦，有个包，赞。跟大公司讲到话，感觉比较梦幻的东西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收获吗？还没。我刚跟一个韩国公司讲话，然后就我以为会是很年轻的那种吧，结果他们就是都是老人，2个老人，跟整个公司的拜很不一样。可能面4次了吧，就是大家都开讲跟我聊，所以就可以马上知道他对你没兴趣，对，或是他那个直觉不是要的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2包洋芋片跟一个百事达可乐，对。可怜啊！phone interview 就是顾名思义打电话面试，然后结果马上就被拒绝。打电话给我是我实习的母公司，他一开始就问你有几年的 process engineer 经验，我只说没有。然后他说不好意思，我们可能要找3到5年的，我就想我就很努力的，我非常努力的跟他讲我在 intern 做了什么，跟这 process engineer 有点相似，然后再强调我自己多会学习速度多快，能把我讲出去。然后他说好，那如果你以后找到有什么合适你的职缺，你可以直接寄信给我，不要再跑那流程了。虽然这是有个收获。把我的故事跟我其他朋友讲，他说，You have 2 years master experience， 你可以讲这句话。你看，好，总算有了面试之后，然后跟别人讨论，这样也有一点点小小成果。每份履历最后都一定会听到这个，你的种族啊，你是不是退伍老兵啊，你有没有残障啊，你有没有 disability 啊，性别啊，这样子。
自己还是有点努力不够啊。我觉得放在课业上的东西，应该还是要放少一点。虽然我现在只剩1门了，可是我觉得心思不在工作上，还是在课业上。这真的是学生待久了就会这样子。觉得蛮沮丧的，沮丧蛮多的，可是也大概知道自己应该要往哪边再加强。我现在在准备我的面试题目，就是我在台湾面试工作会问的问题，所以我其实都已经大概蛮熟了。可是如果要用英文讲出来的话，还是会有点卡卡的。为什么要聘用你啊？请讲讲你的缺点跟你的优点，还有讲一下你面临最大的挑战。我现在有朋友都陆陆续续有接到蛮多个 interview 的，就是面试，现在是没有，所以觉得有点危险。我等一下会去参加一个台商的说明会，晚上还有一个 mock interview。那现在整个氛围都是阴郁的氛围啊。对，好累哦。对啊，好想放假。坐公车也会投，运动的时候可能刷一刷有哪些职缺。好，对，大概这样，快讲不下去了。What's the difficulty you face and how do you solve it? So when I 刚结束 Tesla Cafe 是我的 tag， 然后小点心。我已经站了2个小时，只面到3个，对，4个，1、2、3，3个。事前我参加他的 information， 就是他会介绍他的工作是什么，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提问题，然后说我自己是念什么的 ，industrial engineer， 然后想要做 analysis， 然后问一下这工作有没有类似相关的职缺，或是这工作内容有没有需要这个职位，然后他们就会有点记住。这样到 career fair 的时候，我就可以，他们就会对我比较有印象，然后就可以比较好的聊起来，这样子。这是我刚刚做的事情，我也觉得还不错。可是有一个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他找的人，因为我讲我是什么科系，所以他连给我自我介绍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直接问，你有什么对这工作有什么问题，然后。Thank you for your time。总结呢，我觉得我跟2位主管谈还蛮不错，就是要把自己热情提出来，把你自己之前工作时间做了什么，然后尽量跟他们的职权 match， 然后对开心的讲，就这样。到礼拜五的晚上，对，酒来了，哇，受不了了 ，Rose， 现在开始介绍酒来了，大家干啦，不是庆祝我找到工作，而是。找不到工作啊，所以我每天心情就是早上开始投履历，然后练一下面试，看一下信就要一直看，对，先干一杯。对，然后我刚刚 mock interview 完，所以我心情差不多就这样，有机会，然后每天都这样，然后没机会。可是没办法啊，你明天还是要投啊，所以你还是要把自己心情明天再把它调起来，然后这样，你的心情就是会。一直这样走，不能想着找工作，要想着怎么不被遣返。我以后主管不要看到我在这边喝酒。好，要报告一下吗？好，报告一下。我现在很努力的在 connect， 让人家主管知道我可能人脉很广。我还会去问一些有这个职位相关经验的人，然后请他们给我一点意见，以后准备什么，对，或者哪个方向。那今天晚上就给他放了啦，现在已经是10点了啊，我想休息了。真是想休息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收到信，大概就是确认你有投的履历，然后其他都是 thank you 的信，几乎都是 thank you， 或是介绍你有工作的信 ，thank you。好，再来 thank you 就是谢谢你投啦，可是没有啦。我现在在修履历，对，我这东西一直修，这已经修蛮多次了。可是呢，我跟我一些朋友讨论之后，发现我的关键字还是不够。如果我要做资料分析的话，所以现在看我的履历，我应该会把一些工业工程的东西删掉，大量扫那个关键字，然后看你这个关键字有没有在它符合的需求里面 ，job description 里面。你想说这怎么可能？其实是有可能的。你们看看，这是我之前的履历，它其实是有办法筛出你到底写了些什么，这是一个线上履历筛检系统。对，这是我之前做的，然后我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版了，这有点丑，
这就是有一些新的东西跟旧的东西到底要留或是什么的。我现在会做一个工业工程版跟一个资料分析版的，就是再写更多一点。然后像这个呢，我就可能要尽量把就是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句点就一个句子，然后尽量把你怎么做的，你做了什么。然后你的效率是多少，把它全部写进去。然后每个工作经验至少写3点。然后大家好，今天是礼拜六，现在压力大在吃面线，对，然后点半吧，看这样减肥会不会失败？哎，如果挑一个热量比较少的面线，真是一事无成啊！好吃好吃。痛苦的留学生、次等公民，到底要怎么找到工作呢？还是只能为了这杯干面呢？共勉之，拜拜。Lay Off 的网站，然后我们在2023年现在已经有16.7万多个人被 lay off 了。好，看完今天4月10号也有600多个员工被 lay off，location 产业的。9000，哇，谁呢？哇 ，Amazon， 果然是 Amazon 厉害啊，离现在不远啊，现在是4月10号，3月20 lay off 9000元，所以你就要跟9000元，如果要抢一些写程式，果然是主科博啊，每天都有人在 lay off， 每天都要跟这些人抢，市场不是很好啊。现在是顶着很不想要申请工作的压力在申请工作，对投履历这件事很厌烦的。我昨天投了18个，然后今天投5个而已，希望我还是要达到至少15到17个以上。然后继续啊，没办法，你找不到工作就继续啊。要认真去陌生开发，可是就是个性上还是没有办法那么去外向的跟别人聊天吧。我们现在来到可度的最后一个 career fair， 然后我觉得这次他们要的可能就没有到那么专业，就是来的只有60几家，然后要的也不是很我觉得就是没有到很好的 career fair。但我现在已经也会学会怎么跟 HR 讲，就是我就先讲我要什么样的工作，然后有些 HR 也不知道，或者有些主管也不知道他们争什么，那我就直接问你们到底要争什么，这样省大家时间。没有需要很多 skill， 就是说什么个性好什么之类的，有些是这样，有些也是第三需要。然后产品我就玩了一个游戏，现在这个猫耳朵，这样可以干。他明就狼耳朵。我等一下有个 phone interview， 然后是来自一间比较大的公司，所以我现在蛮紧张的。然后我要去读很多他网站的内容，然后他的制作方式之类的。interview 其实很花时间，除了你原本那些 behavior question 之外，你还要知道这些公司在做什么。希望我大家可以成功。我上次接到一个 phone interview 的话，是聊蛮久，聊到30分钟，还面对面。可是我希望这次不要像跟之前就是，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我现在最近不能上班，然后就把我挂掉。对，所以我这次我觉得我得失心可能会比较重，因为这次是我投了很多次，然后终于有一次机会，它让我可以面对面的讲话。这是前面你看都写1个而已，写一句，然后后来就差不多会3到4个。丰满比较多，比较丰满，然后会写一个自己写一个简短的，让他们知道这样子。GPA 可以不用放。拿到一个面试完，是我一个普渡学长说是看我也是普渡的，所以来面试。对，跟他聊还蛮开心的，然后他也知道我是新鲜人，他会觉得我几率比较低一点。可是他还是愿意给我一些机会跟我聊聊，然后他又问我像我的专长啊，你对这个 QA、QC 的那个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想法？你觉得自己的特长是什么？然后他也问一些蛮特别的面试问题，就例如你 Marvel 最喜欢的英雄是什么？然后为什么？还问你最讨厌的某件事是什么？讨厌没有回复，因为我这样也不知道怎么精进自我或是改善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2面，那我们就等等吧。对。Hi. It's okay.
耶！我找到工作了，谢谢大家。回复一下这几周，因为忙着找工作，所以没有认真的录影。对，我当初拿到2个面试机会，一个在加州，一个在德州。加州有进入到第2阶的面试，然后问的问题就会比较深入一点，我就有点回答不出来。3个主管一起面，而且它是个新兴的公司。德州呢，就是跟我谈一谈，觉得我还不错，然后之后就有给我回复说他们比较赶一点。后来加州那个就没有上了，所以我就选择来到德州。这样一来也是蛮辛苦的，从1月到6月也投了1000多封吧，差不多拿了10个面试。然后只有2个进2阶面试，然后拿到一个 offer。对，所以对留学生 sponsor 还是真的蛮辛苦的，对，蛮辛苦的。但是就是我有一个面试官跟我讲的话，我觉得我有一直记在心里。一直被 reject 工作的时候没被录取，不要觉得你自己不好，不要自己觉得灰心丧志。是那个工作职缺没有那么适合你。找工作就是在某个时机点，你是不是这么符合这个职缺，并不是代表你不好。所以要有这个信心，在某个时机点你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。对。好吧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还是很感激这个主管可以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可以好好在美国发挥我的专长吧。对，好了，谢谢各位这6个月的陪伴啦，我的找工作也到这一段落，希望之后不要马上再找工作啊。对，好啦，谢谢各位观看，拜拜。